大家好，歡迎嚟到窩廉 Magazine。今日係2025年嘅7月12號啊，呢條係第一條片嚟嘅。咁6日前呢，我就講緊咧柏龍啊集體跳船啦。咁啊，當時咧我都預告咧會繼續咧有撻訂啊。點知今日咧就又再嚟咯。咁啊呢2日咧撻多38宗啦。咁啊累計咧超過140幾宗噶啦，已經係。咁啊涉及到13億嘅樓價。呢最可疑係咩咧？嗱咁啊，公佈出嚟咧，又再重售咯，講緊係16,000幾蚊一尺，喂，唔好玩啦！元朗嗰度錦上路16,000幾蚊尺，咩即係港島價錢？相當可疑啦，咁啊會同大家探討嘅。另外一邊廂咧，仲量聯行又有報告出嚟啦。咁啊，即係曾煥平嘅主席咧就話咧，嗰個樓市回暖嗰個現象係到底係點嘅咧？係有一個原因先至係回暖嘅嗰個跡象。咁依家話回暖，咁啊拆穿呢個西洋鏡咯。咁佢之前咧就話咧商業物業咧就走入呢個黑洞。咁啊依家咧變咗講話住宅都係黑洞。幾深下添㗎？咁啊，到底咩原因呢？咁我見到咧，佢講咗8個原因總結咗出嚟嘅。咁我哋一一細數啦。去片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subscribe 我 channel，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如果可以嘅話咧，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行有餘力嘅話咧，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另外咧，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多謝大家。咁6日前咧，我出咗條片啊，講柏龍嗰個災難啊，嗰個撻訂啊，哇，20幾萬人睇咗啊，真係講撻訂都咁多人睇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身同感受咧，其實真係災難啊！你好好地買個樓咧，咁啊俾咗大訂，哇，咁啊跟住一撻，咁啊唔見咗咧幾十萬、百幾萬咁樣，咁啊對，即係樓又冇啦，又冇得攞翻嚟，但係咧唔見咗，咁你話係咪災難咧？不過咧唔撻仲災難添。咁啊嗱，撻完未咧？我之前就有講話未撻完噶嘛？點解咧？總共1500伙啦，總共大概有70%左右咧係賣樓花建期嘅。咁啊，即係話咧，仲有好多人咧係唔敢撻定係未撻啊？嗱，今集咧有講啦。嗱，啱啱 AM730講咧，2日咧又再爆多38宗。嗱，頭先我嗰個1個禮拜前嘅，你依家睇下7月11號又爆多38啦。咁啊，但係咧。咁啊，我採取一個咧，因為我睇到另外一份咧，大公文匯咧就講少啲嘅。咁我封面咧採取一個保守啲嘅一個說法，加埋我當我142宗啦，亦都係大公文匯咁樣講嘅。但係如果你加38宗加118咧，就唔止嘅。咁啊，不如我哋咧保守啲咁講啦。嗱，引述翻咧大公報啦，我就用一個保守啲嘅講法。嗱，佢話咧一手撻訂潮咧就越演越烈啦。哇！呢個大公報係咪唱衰香港啊？定係報道事實咧？係咪？嗱，信和置業00083同埋咧嘉華國際00173以及咧中國海外0688合資嘅元朗錦上路嘅柏龍1期同埋2期啦。再錄得咧，佢就話24宗，嗱 AM730咧就話38宗嘅，咁睇下你信邊個啦。咁我當佢24宗連環撻訂咁計啦。嗱，成交記錄冊咧顯示，佢話咧相關單位咧其實2022年售出嘅成交價咧係介乎8931100蚊，去到咧109488,900蚊嘅。咁啊，涉及到嘅金額咧係2.397億元嘅，加埋之前咧超過10億咧，其實加埋咧都超過13億噶啦，涉及到樓價。嗱，全部咧已經列明係終止交易啦。嗱，發展商咧已喺日前咧上載全新嘅樓書安排去售賣嘅，下周一咧以招標嘅形式咧再推售呢個39伙嘅。嗱，咁跟住咧佢就再講呢度咧，我就覺得有可疑咯。嗱，佢話咧柏龍1期同2期咧自入伙以嚟咧錄得142宗撻大訂嘅。咁啊，過去15日咧已經重售咗其中87伙咯，套現7.8億港元嘅。咁啊，包括咧佢話咧就琴日啦，嗱呢個佢7月11號，琴日即係7月10號啦，佢售出4伙。最高嘅成交價咧係柏龍嘅第2期8座16樓 A 室嘅 A1 室啊，咁啊實用面積977平方尺，4房嘅間隔嘅。嗱，你估成交價幾多？1,5926400蚊嘅。咁啊，仲要係咧尺價竟然係元朗錦上路啊！大家聽住啊，尺價竟然係16,301蚊，16,000蚊買元朗錦上路。嗱，尺價最高咧係柏龍第2期嘅1座18樓 B3 室，
仲貴啲啊！呢個實用面積咧471平方尺嘅，咁啊兩房間隔啦，成交價係7776900蚊嘅，咁啊呢個尺價講緊16511蚊。喂，大佬，我真係覺得有可疑，你哋覺得有冇可疑呢？咁啊，唯一係點睇呢？會唔會係因為一個好大嘅回傭啊？喂，嗱呢排咧，前特首梁振英係咁啄住阿施永青問喎，咁呢個回到咁勁嘅傭係嘛？咁到底掂唔掂，妥唔妥當呢？咁啊令到咧嗰個成交嗰個記錄咧即係講緊嗰個資訊咧相當模糊啊！咁啊當然啦，銀行都唔係蠢嘅，喂你攞住呢個唔通去借錢咩？咁啊借超過10成係嘛？咁搞法梗係唔掂啦！咁啊，所以咧，你哋點睇咧？定係會唔會大公報錯啊？嗱，跟住講第二單啊，話呢個信息量都相當大啊，勁多 point。咁啊，即係大家耐心啲。咁我同你講，因為都重要啊，呢個非常重要啊。因為仲量聯行咧，之前咧，咁佢都話樓市啊比較曳啲啊，諸如此類，但係咧冇咁差。咁啊，之前咧用黑洞咧嚟形容商業樓宇嘅。咁啊，當然啦。佢講完之後，大家都見到真係黑洞，一路路咁樣違約爆煲啊、蝕賣啊、call 窿啊等等呢啲情況咧，真係冇好過嘅。嗱，依家咧佢集中講呢個住宅樓宇啦，仲講咗8大原因。嗱，仲量聯行咧，我跟翻咧01財經嘅報導啊，仲量聯行咧咁啊，其實咧喺7月9號咁啊發表咧2025年咧上半年香港地產市場嘅回顧同埋展望嘅。咁啊指出咧2025年上半年咧咁啊中美關稅啦，即係呢個關稅戰緩和，銀行咧拆息低企，咁啊利好因素啊浮現。關稅戰就唔係去一般講開，唔係佢嘅專業，但係我就想講咧，依家關稅咧都就係收緊大陸55%關稅㗎嚇。咁啊，但係佢話為咧發展商咧賣樓嗰個庫存壓力仍然喺度㗎，咁啊樓價咧仍然係呈下跌嘅趨勢，咁啊所以咧就預期咧中小型嘅即係住宅嘅價格咧今年咧會下跌5%，咁啊都係繼續咧預計佢下跌啦嚇。咁啊，超級豪宅嘅價格咧，會由原本估計5%咧，跌到下跌咧5至10%，即係跌多咗嘅。下半年咧，發展商仍然係需要減價咧出售新盤嘅。咁啊，以確保咧去貨嘅速度。咁啊，另外咧，咁啊，該行咧就料得咧租金咧，咁啊最多升9%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內地嘅專才同埋學生咧，亦都帶動住宅租金咧將會破歷史新高噶。咁啊，你話呢個係咪一個怪現象咧？其實唔係嘅。咁我之前應該1個禮拜前咧，都係講緊香港嘅樓價租金同埋外國嘅樓價租金個可負擔力同埋嗰個即係排名咧，其實個租金咧調翻轉，依家租金同個樓價咧仲係追緊落後嘅。咁啊呢度唔詳細講啦，之前我講過唔想再重複啦。嗱，仲量聯行咧香港主席曾煥平，曾煥平咧真係令人敬重嘅，即係我覺得都係好，因為你喺香港唔容易一啲環境係嘛，佢做呢啲生意啊，咁啊可以能夠真係講真説話嘅咧，就少之又少，因為好多地產利益範嚟嘅，係咁唱好啊，係咁話咧，啲股票升咧就係樓價一定升啊，股票升就香港全部嘢轉晒好啊。喂，大佬，股票係咩啊 ？IPO 嘛 ，IPO 係大陸嘅企業嚟香港集資啊嘛。咁嗰個集資個成交額即係個指數就自然係會係緊要噶啦。咁但係咧有一個新嘅政策就係你啲集資錢咧，你冇乜嘢，你一定要攞翻去大陸喎。除非你又要申請啊，要好多嘅理由咁樣先至攞出嚟。亦都係咪一定擺喺香港咧？咁對香港有少幫助，可能甲級寫字樓咧。但係你要明白喎，你嗰啲公司喺香港擺咧，你唔係擺咁多人嘅喎。不過唔講呢啲啦，因為咧都幾多 point 呢度，我講快少少啊。嗱，曾煥平佢講咧，隨住咧近期大型樓盤入伙啦，撻訂嘅情況咧越嚟越嚴重啦。嗱，都係我哋近排嘅主旋律啦。撇除咧大型嘅發展商啊，其他嘅中小型發展商咧都面對唔同程度嘅財務困擾。其實咧甚至乎有爆煲危機啦，咁有啲違約咗啦。因此咧。未來發展商仍然係以低價嘅策略加速套現，其實我都係咁講，我都講咗好多集啦。另外咧，如果發展商咧想透過物業套現咧，以降低咧呢個債務比重咧，咁商業物業咧 CRE 咧，因為租金嘅受壓等等原因咧，亦都好難套現啊。因此咧，佢強調發展商咧如果想要攞錢翻嚟嘅話咧。變咗商業你好難嘛，商業依家你劈價賣唔到啊，咁變咗咧佢哋住宅
係變咗佢哋嘅唯一嘅提款機噶啦。因此咧，發展商咧就樂於咧係要喺住宅度撳錢出嚟。咁唯一嘅方法咧，你點樣先買到咧？就係推低價啦，推低價推盤啦。咁你話想做啲假象咧，即係呢個我補充啦。100伙咁賣咧，咁啊跟住咧你減價100伙賣咧，你係一 Q 清嗰個假象嘛。但係咧，如果嗰啲着急嘅發展商咧，會唔會慢慢同你支牙膏咧？咁啊真係咧值得令人咧即係討論嘅，係咪先？嗱，佢話咧上半年咧發展商咧低價推盤咧，嗰個銷情火熱嘅。不過咧，曾煥平佢指出，發展商咧低價嘅策略賣得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咧二手市場咧就喊到一句句喊得好犀利啦。咁啊價格咧進一步下調，咁亦都係咧點解我成日咧一路有報嗰啲二手咧，其實跌多過咩 CCL 好多㗎。嗱咁啊，曾煥平話咧，否則咧佢話你冇得進一步下調咧，你冇得同一手去匹敵㗎。而咧下半年嘅樓市咧，佢話有啲曙光嘅，但係咧仲係好遙遠。佢話咧黑暗嘅環境咧就多一點嘅，因為咧佢話特朗普政府嘅政策飄忽，長遠都未知關稅戰係咪真係休戰啦。咁啊，亦都未知咧美國聯儲局咧係咪如預測一樣咧減息50個點子。咁啊，所以咧美息減幅咧為樓市嘅關鍵。其實美息減息50個點子咧，你要知道依家港美嗰個息差喺度嘅。美國減息咧，香港嗰個會唔會再減咧？定係咩咧？依家咧即係依家又海外聯繫匯率咧又加減咁咧，即係你可能抽高利息嘅。咁啊，所以美國減息咧係咪幫到香港咧？係嘛？佢話咧就美國減息係樓市關鍵，我覺得咧都未必係完全關鍵噶。所以咧係咪完全同意晒咧？未必係，大家自己分析啦。另外咧，受惠於人才計劃啦，住屋嘅剛需咧增加，導致下半年嘅租金咧持續升嘅。咁啊，料升9%，哇！呢個升得幾犀利喎。但係整體上咧，中小住宅咧嗰個交投咧，即係嗰個全年啦成交咧會跌5%左右嘅。嗱，講到超級豪宅方面咧，佢話咧，由於咧嗰啲發展商啊急於咧喺住宅項目嗰度撳錢嘅情況啊，咁啊部分嘅投資者咧，亦都因為咧財困嘅問題啊，咁啊加上咧，其實佢手上嗰啲商業物業好難套現啊，變咗咧就係減價加速沽售嗰啲超級豪宅啊，令到超級豪宅嗰個市場咧嗰個就受壓啦。咁啊，超級豪宅咧佢係睇跌5至10%。嗱，呢度我補充啦，其實咧有好多有錢佬連自住樓都賣啦，牙斬塊老湯啦，係嘛？陳炳志啊等等呢啲啦，咁啊陳炳志啊俾人收咗啦，咁啊塊老湯嗰啲啊自己住緊嘅都要賣啦，咁變咗咧真係喎，咁呢個係事實。咁啊當然啦，阿曾生佢係唔方便啊講嗰啲人名啦，咁我哋係照講啦，事實係照講啦，係嘛？嗱，曾煥平去補充，咁有啲業主咧依家咧遇到各方面嗰種唔同嘅壓力啦。佢形容咧嗰個黑洞啊，直情係比想象之中深㗎。哇！之前講商業，依家住宅都係咁啊，真係大鑊啦。咁啊導致佢哋咧急於賣出物業套現。但係咧，透過呢個商業物業套現嘅想法咧，其實依家咧似乎係不切實際啦。咁啊，真係唔信佢講，唔通信邊個咩？係嘛？唔通信嗰啲地產佬、sales 佬咩？係咪先？喂，佢係仲量聯行，即係估價物業啊等等啲專家嚟嘅。咁所以咧，佢係唯一咧可以套現嘅物業咧，就係住宅啦，一樣啦，即係同即係平價啲嘅細單位同埋超級豪宅都係啦。細單位就發展商，呢啲就係嗰啲有錢佬啦，係咪？佢再次強調咧，住宅物業咧係唯一嘅提款機。既然係唯一提款機，你提款你急啊點啊？假設咧你去到外國啦，你好急要用一筆錢，你好需要現金，你揸住張卡，你見到有部提款機，你係咪會撳落去提款啊？你話知佢收幾多錢手續費啦？咁嘅情況咪同劈價差唔多係嘛？你都要攞錢噶啦。好啦，被問及咧，發展商會唔會咧面臨呢個銀行 call 窿嘅危機咧？曾煥平佢表示，呢個咧地產市場咧不容忽視嘅經濟危機嚟噶。但係咧自己咧就冇坊間嘅諗法咁悲觀，因為咧佢話觀乎今年銀行嘅取態咧，其實係想同你咧共度難關嘅。銀行依家即係應該係咁講，佢話咧嗱未有 call 窿動作，佢話因為咧 call 你窿都冇用啊，你都冇錢還。唉，其實真係佢呢個係咪叫做睇得冇咁悲觀咧？咁啊事實嚟嘅喎，講真，即係你 call 都冇得還，咁點咧？咁啊強制收物業，其實嗱好老實講，
依家銀行咧收咗佢啲物業，收咗一啲咧，其實銀行已經收咗好多咯。有啲銀行變業主喎，收咗你劈價賣你都好難搞喎。其實依家咧，大家點啊？大家將嗰樣嘢推後啊，將嗰嘢推後咧，漚住漚住，咁樣咧潰而不崩，漚住漚住，漚到有一日咧，香港經濟轉好啊！香港經濟幾時轉好咧？係咪2027啦？定係2028啊？定係2047以後啊？咁咧嗱，你要睇下依家嘅結構性喎。其實香港經濟轉好咧，你要睇大陸喎。但係大陸咧，其實都好大風險喎。嗱，我想講咧，大陸依家咧，即係嗰啲內房咧，嗰啲債咧，今年好多到期啊！好多到期啊，好大鑊啊，唔知點搞啊，係咪要印錢去搞掂咧？印錢咪會點啊？嗰啲錢貶值咯。唉，唔講嗰度啦，因為又扯開咗話題啦，講翻呢個啦。另外咧，市場咧亦有部分嘅銀行咧擔心呢個壞賬嘅風險咧而收緊信貸嘅。啱啱咧，我對上一集就講呢個啦，彭博就講咗啲銀行收緊啲信貸，同埋咧啲公司啦、中小地產商有錢佬咧，其實改變咗香港個信貸文化添嘅。以前咧比較輕鬆容易借到，有啲唔使抵押。嗰個你可以睇翻上一集啦，唔喺呢度特別講啦。好啦，咁啊講翻曾煥平點講啦。嗱，佢話咧政府嘅數據顯示咧負資產嘅數目咧有4萬幾宗嘅。嗱，但係曾煥平講咧政府嘅數字唔太準確嘅。佢解釋咧官方嘅數據咧未計入議案等等因素啦，實際數量咧可能到7萬至8萬宗嘅。呢度咧7至8萬宗咧，其實我有一日咧拍咗條片，好仔細同大家咧撳啲數字攞出嚟俾大家睇嘅，睇翻過去嗰啲咧成交啊等等各方面嘅，其實我估計係超過10萬宗噶啦，應該係超過03年噶啦。嗱，絕對咧，今天如果你淨係計4萬宗咧，嗰個負資產嗰個金額咧係已經超過咧就係03年噶啦嚇。又係即係超過咗2000幾億噶啦，早輪嘅數字嚟噶啦，超過咗2000幾億。我講計4萬宗啊！如果你依家計埋嗰啲議案啊、發展商嗰啲啊、咩呼吸 plan 諸如此類嗰扎嘢咧，其實10幾萬宗咧，其實嗰個咧係難以想像噶，因為以前冇咁多呢啲發展商 plan 嘅，大家要明啊！即係同埋咧啲財仔，你見到好多爆波嘅情況咧，呢啲全部未計啊！啲錢咧其實咧好難想像啊！好啦，仲量聯行咧，佢指出樓市咧好淡因素嘅增持嘅，咁啊樓價咧走勢咧其實缺乏咧清晰嘅方向嘅，咁啊嗱佢係盤點翻啲好消息啦，HIBOR下跌嗱，但係依家又開始抽高喎，嗱股市咧就上漲嗱，但係股市上漲咧，其實關唔關一般香港人士咧？你有買嘅就關事啦，咁嗱個經濟點咧？有好處，但係咧，我上面頭先講咗啦，係即係啲大陸公司為喺香港攞資金，我諗8-9成都係噶啦。你睇翻香港嗰啲股票，全部都係比較即係曳啲餐飲啊、剩啊嗰啲。當然啦，你話銀行地產嗰啲咧，又上翻啲啦，係咪？但係咧，佢又高位跌落嚟又好多。不過咧呢條片唔係講股票啊，再講繼續講翻啊。同埋咧，佢話曾煥平話咧有個好處就係咧。即係好消息咧，應該係話300至400萬港幣嗰個印花稅下調咧，都係利好後市嘅。但係咧，佢話咧嗱，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負資產水平啊創新高，咁啊22年新高，新盤咧有7折以上推售啦，嗱一路數啦嚇，同埋咧潛在嘅商業危機咧。就都仲係發生緊嘅，即係地產商嗰啲啦，都為市場咧帶嚟重大嘅壓力。唔止啊，阿 Lena 2025年咧上半年咧二手樓嘅交易咧回升咗2萬宗啦，但係咧二手嘅總成交量咧比2018年啊同埋2024年咧都係低咗22% 嘅，成交量咧輕微有改善，但係不足以咧支撐呢個價格嘅大幅反彈啊。以往咧樓價反彈咧。基於成交量上升超過50%以上，咁即係話咧嗱，聽完咧就拆穿咗咧回暖嘅西洋鏡啊！第一，價格冇上升啦；第二，你如果相對之前咧係跌咗嘅，即係嗰個成交係嘛？真係咩叫回暖咧？即係成交量上升50%以上啦，咁我哋大家要睇實啦，係嘛？所以啲人回暖嗱，佢拆穿咗啦，咁啊呢啲都係咧啲利淡嘅因素嚟嘅。嗱好啦，截至3月底咧，嗱繼續講啊，嗰啲利淡或者嗰啲風險挑戰啦。一手市場咧供應量咧有93,000個單位，咁啊而且咧貨尾咧仍然係持續增加，咁啊預計咧今年年底咧市場要咧56.7個月咧嚟全部消化啲庫存啊！哇，50幾個月咪差唔多成5年咁滯，4年幾5年，5年，咪高於咧2015年
至到2021年間咧，即係51.3個月嘅平均數值。咁啊，所以咧發展商必須要持續減價添，令到咧樓價回調嘅空間咧個時間咧進一步拖長啦。咁啊，預計咧樓價咧要到2026年後期咧，當庫存回落到健康水平咧，先至可望咧持續復甦嘅。嗱，咁你睇住啊，我頭先數咗8個 point 啦，8個即係8大機會咧，令到樓市難啲，即係上翻啦。嗱，佢講呢個庫存咧，啱啱咧，即係啱啱啊！我準備下一條片會講啦。哇，政府又大量推地出嚟喎，即係唔同嘅區喎，咁啊有2個消息添。咁啊，所以你話點會又會消化咗咧？又會再增加噶嘛？係咪啊？嗱，當然啦，咁啊唱翻好啦，係嘛啦。不過宏觀經濟咧就顯示咧樓價嗰個跌幅或者會放緩，受惠咧定期存款嘅規模咧較2021年嘅水平咧倍增。咁喺租金回報率同埋咧存款利率嗰個利差嘅持續擴闊嘅情況底下咧，咁啊講緊啲資金咧就會有機會轉投去地產市場嘅。佢話或會啦咁樣啦。咁當然啦，我就話啦，市場上你咩人都有嘅。咁有啲人信，咁你話就算收容機你減價，可能賣100伙、200伙，賣晒一 Q 清等等，係會賣得到嘅。咁係咪需要賣到咁平咧？似乎地產商咧就覺得係要呢個咁平啦，係咪啊？平劈咗價之後。咁啊劈冇咁多，咁啊可以咧唱成為一 Q 清同埋加價啊嘛，咁即係會令到後面有啲人咧再買咁樣咯，係嘛？咁啊即係好明顯啲在商言商係冇話人錯嘅商業手法係咪先？嗱，此外咧話人才簽證計劃咧帶動人口增長，咁啊首季咧已經發出咗2.7萬個簽證啦，咁啊率先咧推動咗咧就租賃市場嘅需求，咁啊或者進一步刺激嗰個置業嘅需求都唔定噶噃。咁啊嗱，一定係噶啦！依家政府咧，即係用呢一招噶啦，係咁即係將啲人推過嚟啦。咁啊，而 sales 咧就係咁用咧，即係股票升啊、IPO 啊諸如此類咁樣，就話樓市升啦。咁啊，睇下信不信由你咯。咁啊，大家唔知點睇咧，不妨喺下低留言啦。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join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